清明节回乡祭祖，我去村长家商量给父母修坟的事，恰好遇到村长儿子赵天宇回家，我礼貌打招呼。星河，祠堂的香灰告诉我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。就在昨晚，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。我震惊劝道：“你要是没睡醒就回家去睡觉，别在这乱开玩笑。这是祖宗给我俩定的婚事，你必须嫁。你那个上市公司的股份，我先替你保管，以后留给咱儿子。女孩子家别抛头露面了，安胎要紧。”见我不为所动，他叫嚣着：“族谱上你的名字已经写在我旁边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你在外面耍脾气，我管不着。”但回了家，你必须听我这个丈夫的。我推开他，径直离开，准备等修坟那天再回来，却没想到他竟以此为由，带着全村老小堵住了我回城的路。他爸更是拿着所谓的族规，要对我执行家法。既然你喜欢强制爱，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强扭的瓜不甜。赵天宇带着20多号人，把我的车拦在村口。星河，我的老婆，你太不听话了！你肚子里揣着我赵家的种，还想往哪儿跑？我看着他那副嘴脸，只觉得反胃。昨天在山脚下他拦我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只是脑子有病，没想到他是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星河，你那个上市公司一年利润多少？2个亿？3个亿？你一个女人家，管那么大的坛子多累啊！既然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有义务帮你分担，你就把公章和股份都给我，我替你管。以后你就安安心心在家生孩子，公司的事我来操心。我摇下车窗，赵天宇，你知道癞蛤蟆和天鹅之间隔着什么吗？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我，隔着一个精神病院。我建议你现在就去挂个号。说完，我关上车窗，猛打方向盘，踩下油门，路虎向前开去，车头直接撞开2个堵路的村民，这怪不得我心，是他们自己不让路。赵天宇被吓得跳开。林星河，你疯了！很快，村口的大喇叭响起，是赵天宇的声音。全村父老乡亲们，林星河怀了我赵天宇的孩子，想剖腹弃子。这个女人在城里当了老板就不要脸了。她对不起我们赵家，对不起我们整个村。我一脚将油门踩到底，以最快的速度离开。我以为离开这个地方就结束了，可我错了。很快到了公司助农项目商谈这天，赵天宇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他身后跟着2个镇上的干部。林总，这是赵天宇赵总，咱们合作社新选的副座长。这次采购的事儿，由赵总全权负责对接。赵天宇拉开椅子坐下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星河啊，不对，应该叫林总。咱们公司一年利润那么多，分一半给村里不过分吧？毕竟你也算半个赵家人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镇的一切合作永久终止。我林星河的公司不跟疯子做生意。赵天宇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赵总，你这也太不像话了！谈生意就谈生意，扯什么家事？就是，林总的公司是我们最大的客户，你这不是砸大家饭碗吗？赵天宇猛拍桌子：“你们懂什么？她是我媳妇儿，胳膊肘往外拐，赚的钱不拿回夫家，全便宜了外人。我管自己老婆要钱，天经地义。”我懒得理会他，直接按下内线电话。会议室有人闹事，让安保部立刻来处理。3分钟后，2名保安架着赵天宇的胳膊，将他拖进电梯。赵天宇挣扎着吼道：“林星河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爸妈的坟就在我们村，信不信我明天就把它给你刨了？”赵天宇走后，我在办公室坐立难安。那年村里矿场突然坍塌，爸妈双双被掩埋，找到的时候人已经没了。我求着村里人帮我安葬，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我。最后我只能自己挖坑，将爸妈葬在后山。当天村里人嫌弃我客死双亲，是个祸害，将我赶走。我离开村子，白手起家，拼命赚钱。每年清明都回去祭扫。去年村长赵德柱找我说祠堂需要维修，问我能不能捐钱，为了父母能安慰葬在这，我捐了50万。赵德柱当众给我鞠躬，说我是全村恩人。现在恩人成了他儿子嘴里理所当然的媳妇。50万捐款让我成了他们眼里的摇钱树。手机收到赵德柱发来的微信，下面附了一锅汤药照片，上面还飘着虫子，我一阵反胃，刚删掉照片，堂叔打来电话：“星河啊，你叔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天宇那孩子人是糙了点，但人心不坏。你一个女人家在外面再能耐，终归是要嫁人的，嫁回村里多好，有根有底的，你爸妈在天上看着也高兴。”叔，您这是收了赵家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林星河，你爸要是还活着，他肯定也同意这门亲事。现在你爸不在了，我作为你的长辈，我的话就是你爸的话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翻开通讯录拨通殡仪馆的号码。你好，我想咨询一下外地迁坟的流程。对，从农村迁到市里的公墓，
越快越好。打完电话，我订了第2天回村的车。我不是去脱鞋，而是去带走爸妈的骨灰。从此以后，我跟那个村子再无瓜葛。我让人打听了，明天全村人都要去参加村里的分红，只要我在中午之前办完，就没人知道。可我的车刚拐进村口，便听到唢呐和锣鼓声，我猛踩刹车，车前方一支迎亲队伍迎面走来，村民抬着花轿，举着红绸。赵天宇走在最前面，他看见我的车，咧嘴直笑，我顿觉头皮发麻。赵天宇不停拍打着车窗，新娘子到了。星河，今天是难得的良辰吉日，祖宗选的好日子，下车，跟我拜天地去。见我不为所动，他身后的人直接砸窗，赵天宇一把将我拽下车。周围的村民开始起哄，天宇这小子有福气啊，娶了个大老板。唢呐和鞭炮声不断，我不停挣扎，但赵天宇紧紧抓着我不放。别挣扎了，星河，整个村的人都来了，你跑不掉的。你今天必须嫁！我环顾四周，才发现前后挤满了50、60个村民，将路堵得严严实实。他们一脸喜气，仿佛拉人拜堂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我伸手去摸裤兜里的手机，赵天宇一把夺过手机，还想报警？他举起手机在我面前晃动，随后松开手，手机摔在水泥路上，屏幕当场碎裂。在这个村里，打110跟打我家祖侄没区别。派出所的老张上礼拜还在我家喝酒，气得双手发抖。旁边的人不停催促：“天宇，快快快，吉时要过了！”他爸赵德柱捧着一本泛黄的族谱挤出人群。星河啊，你看看族谱上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你已经是我们赵家的人了。我瞟了一眼，赵天宇用红墨水写着我的名字，墨水都还没干。叔知道你在城里当老板，见过大世面，看不上我们这穷山沟沟。但是乡亲们，你们评评理，这个女娃子在城里被人骗了，在外面乱搞，名声都臭了。是我家天宇不嫌弃她，愿意给她一个家，这是多大的恩情啊！她不感恩就算了，还想跑，她的良心被狗吃了呀！啊！可我赵家不嫌弃，只要她今后好好服侍天宇，我定把她当亲女儿看待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赚了几个臭钱就不认祖宗了？天宇多好的小伙子，他还不乐意。你要是不嫁，就别想把你爸妈的坟迁走。那块地是我们村集体的，你一个外嫁女凭什么动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赵德柱，族谱是你自己写的，法律不认。我从没跟你儿子有过任何关系。你们现在放我走，我可以不追究。赵德柱摇头拒绝，随后掏出一碗黑色的药汁。星河啊，喝了这碗安胎药，喝了你就是我赵家的人啊。不喝。他压低声音凑近我，你爸妈的骨灰盒明天就在村口的狗食盆里。我动作一僵，乖，张嘴。我偏头撞开他的手，药碗摔碎在地。赵天宇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，眼底尽是凶狠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林星河，你别逼我。祠堂的水缸洗干净了，水也灌满了。不听话的女人，在我们赵家从来都只有一个下场，进猪笼。我再说一遍，你爸的骨灰盒在祠堂阁楼上放着，你妈的在我家厨房柜子里。你要是再不听话，我就把他们倒进猪圈的废池里。我双腿发软，赵天宇用麻绳绑住我的手腕，对着村民大喊：“走，去祠堂，走！”我被他们推拽着往前走。赵天宇温柔看着我：“别怕，星河，进了祠堂，喝了那缸水，你就是赵家人了。赵家人，没人敢欺负。”看着他的笑容，我彻底明白这群人全都疯了。祠堂供桌上摆满灵位，正中间放着一口齐腰高的水缸。赵天宇把我推到水缸前面，跪下。我没动，他一脚踹在我的膝弯上，我猛地跪在地板上，忍不住痛哭。赵德柱点上香，大声宣告：赵家第17代孙赵天宇今日迎娶林氏星河入门，从此以后林氏为赵家父，生是赵家人，死是赵家鬼，不从者进猪笼。围观的村民，天宇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去年腊月，我亲眼看见星湖在天宇家过的夜，2个人在一个屋檐下住了3天3夜。你拿了多少钱？赵德柱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出卖自己的亲侄女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你亲属，我能害你？没教养的就是不一样，为了钱，连祖宗都不认了。我看他就是被外面的野男人迷了心窍，良心坏透了。连亲叔都不认，这个女人心肠太毒了。天宇，快点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听到没有？你亲叔都作证了，整个村的人都看着呢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呢？我握紧发簪，反手用力扎进赵天宇的大腿深处，他惨叫一声，松开手，大腿鲜血直流，他踉跄后退。你敢扎我？你个疯婆娘！
你想谋杀亲夫啊？你这个杜父敢伤我儿子！他一脸悲痛望向村民。乡亲们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瞒了，他就是冲着我们村的集体资产来的，他想把我们村的地全都霸占了。我是看在老林两口子的面子上，想用这个办法劝他知难而退。林星河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赵家。他对着我头高高举起木棍。就在这时，警笛声由远及近传来，直升机的轰鸣声随之到达头顶。所有人愣在原地。赵天宇最先回过神，把木棍扛在肩上，朝外大喊：“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了我赵家的家务事，这是家事族规，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”3辆黑色防暴车在祠堂门口一字排开。全副武装的特警跳下车来，村民们见状连连后退，有人吓得扔掉了手里的锄头。赵天宇站在原地，握着木棍的手止不住颤抖。沈彻径直走进祠堂，他扫视满地狼藉，目光在我脸上停留2秒，他眼神冰冷。谁敢动我合法妻子一根头发？祠堂里一片死寂。赵天宇手里的木棍掉落。合法妻子？他猛地回头看向赵德柱，赵德柱脸色煞白。不可能，他是我们赵家的人，族谱上写着呢。沈彻走到我面前蹲下，心疼地替我擦掉血迹。疼不疼？我的眼泪瞬间掉落下来。沈彻将我扶起，对着身后的特警队员下令：所有涉事人员全部控制。是。特警上前扣住赵天宇的肩膀，将他的双手反剪，戴上手铐。赵天宇拼命挣扎。你凭什么抓我？你凭什么？他扭头冲村民大喊：乡亲们，他们是冒充的！这个女人在外面找了个假警察来吓唬我们，别信他们，他们是骗子！赵德柱满脸堆笑，挡在特警面前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，这是我们赵家的家事，你们无权干涉。你看族谱上白纸黑字写着呢，她是我们赵家的媳妇儿。你们要是敢抓人，就是欺压老百姓，我要到省里告你们！他一屁股坐地上，拍着大腿哭嚎：我就不信了，国家的警察还能欺负老百姓！沈彻冷眼看着他，对特警点头：妨碍执行公务，一起带走。2名特警上前把赵德柱从地上提起来，赵德柱拼命挣扎。警察乱抓人了！冤枉啊！我是村长，我有什么罪？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赵天宇冲沈彻大喊：你说你是她老公？你有证件吗？你有结婚证吗？谁知道你是不是假警察？万一你的证件也是假的呢？现在诈骗分子那么多，冒充警察的多了去了。他回头对着村民嚷嚷：大家别怕，让他拿证件出来。如果是假的，我们报警抓他。几个村民壮起胆子拦住我们：对，拿证件来看看。你要是真警察，我们认；你要是假的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需要我给你念一遍吗？赵天宇死死盯着结婚证，脸色时青时白，他歇斯底里的喊叫：假的！结婚证也能造假，现在网上几10块钱就能做一本。他是当官的，他有权有势，伪造个结婚证还不是轻而易举。赵天宇盯着结婚证上烫金的国徽，又扫过警官证上醒目的省公安厅公章与1级警督警衔，脸上的嚣张瞬间褪去大半，握着木棍的手不受控制的抖了起来。他不是完全没见过世面的愣头青，就算在村里横行霸道，也清楚省厅这个级别的警衔意味着什么。那不是他靠村长父亲的关系能搭上的层级，更不是他一句假的就能糊弄过去的。可他骑虎难下，全村几10双眼睛都盯着他。从早上迎亲到祠堂逼婚，他把牛皮吹上了天，说林星河是他赵家的媳妇，说要把这个女老板的家产全攥在手里。现在要是认了怂，他以后在村里连条狗都不如。他猛地从随身的帆布包里掏出一叠打印纸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对着围观的村民晃了一圈。乡亲们，你们看，这是她怀孕的 B 超单，镇上中心卫生院做的，怀的就是我赵天宇的孩子。他几步冲到特警面前，把纸对到沈彻脸上，脸上是破釜沉舟的得意。沈大队长，你睁大眼睛看看，你老婆肚子里怀的是我的种，你戴了这么大一顶绿帽子，还在这儿给她撑腰。人群瞬间炸开了锅，污言秽语顺着风飘过来，一句比一句难听。林星河站在沈彻身侧，脸上没有丝毫慌乱，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他伸手接过那张皱巴巴的 B 超单，只扫了一眼落款日期，就冷笑出声：赵天宇，你造假之前都不先做功课的吗？他把 B 超单举起来，对着祠堂门口的光，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院子。这张单子的日期是今年3月12号，可镇上的中心卫生院今年3月整月都在做设备检修，全院停诊。这件事镇上的人都知道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人群里几个面露恍然的村民，一字一顿地补全了细节。3月初，我的公司刚给卫生院捐了一批全新的彩超设备。检修和安装都是我公司的技术团队配合完成的，院长亲口跟我说，检修期间全院停诊，不接任何门诊和检查项目。我倒想问问你，这张 B 超单是你在哪台轨机器上照出来的？赵天宇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，嘴巴张了张，半天没说出一句反驳的话。他当初找办假证的做这张单子的时候，只想着随便填个日期，根本没去查卫生院有没有停诊，更没想到林星河连这种事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眼看村民的议论风向开始变，他又慌忙掏出手机，点开截图举起来。就算 B 超单是假的，这聊天记录总假不了，这是他跟我的微信聊天。他主动找我聊天，说想嫁给我。你们看看他说的这些话，
林星河瞥了一眼那截图里的图像，确实是他用了多年的微信头像，可聊天内容全是不堪入目的暧昧话术。他甚至没生气，只是觉得可笑。这段聊天记录里，对方发消息的时间是3月18号晚上8点到10点。他拿出自己的手机，点开相册里的年会直播回放，投屏到赵天宇原本准备放不雅视频的投影仪上。那天晚上，我正在公司的年度盛典直播间里，给全公司3000多名员工抽奖，同时在线观看的还有我们全国的合作供应商、本地的媒体记者，全程直播，全程录像，还有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在场公证。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直播时间、在线人数，还有他站在舞台上主持抽奖的画面，时间分秒不差。赵天宇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会分身术吗？一边在直播间里给几千人直播，一边拿着手机跟你发这些不堪入目的话。赵天宇彻底慌了，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。他知道这2个谎言被戳穿，他在想煽动村民已经没那么容易了，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。他猛地转身，对着祠堂门口喊了一声：“把喇叭接上，给我放！让全村人都听听这个女人是什么货色！”不到半分钟，村口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，女人的喘息和呻吟声顺着风飘进祠堂，清晰地传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紧接着，祠堂里的音响也同步响起，画面被投到了幕布上。画面里的女人长着一张和林星河一模一样的脸，正对着镜头做着不堪入目的动作。赵天宇满脸癫狂的得意，指着幕布对着沈彻嘶吼：“听见了吗，沈大队长？这就是你老婆在我床上说的多好听，一个人尽可夫的破鞋你也当个宝！”他这话一出，沈彻原本平静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他握着警棍的手被青筋暴起，指节捏得发白，眼底翻涌着滔天的怒意。他见过无数穷凶极恶的罪犯，却从没见过这么下作、这么无耻的手段，用这种方式去毁掉一个女人的名声，去戳一个男人的痛处。他往前迈了一步，浑身的气压低得让人窒息。赵天宇看着他眼里的杀意，脸上的得意瞬间消失，惊恐的往后退了2步，嘴里还在色厉内荏的喊：“你是警察，你不能打人，你敢动我一下，我就去告你！”林星河猛地扑上去，死死抱住了沈彻的手臂。他抬头看着他，眼神坚定，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却异常清醒：“沈彻，别，他不值得。你是警察，你不能为了这种人渣，毁了自己一辈子的前程。”沈彻胸腔剧烈起伏，死死盯着赵天宇看了几秒，最终还是缓缓收回了已经抬起的警棍。他知道林星河说的是对的，他穿着这身警服，有他必须遵守的规则，他不能给任何人留下画饼。林星河松开他的手臂，弯腰捡起了地上那根赵天宇刚才要砸他的粗木棍，他双手握住木棍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用尽全身力气，一棍狠狠砸在了赵天宇的脸上。啊！赵天宇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捂着鼻子跪倒在地上，鲜血顺着他的指缝不停往外涌。杀人了！警察，他当着你们的面打人，你们快抓他！他连滚带爬地扑到一名特警面前，哭嚎着喊：“同志，你看看我的脸，他想打死我，他这是故意伤害，你们必须把他抓起来！”那名特警立在原地，面无表情，连眼神都没给他一个。人群里几个被赵天宇煽动起来的混混，见状抄起手里的锄头扁担就想冲上来。站在门口的特警队员见状，果断拔枪朝天鸣枪示警。砰！震耳的枪声在祠堂里回荡，所有人瞬间僵在原地，连呼吸都停了。警告，所有人原地不动。带队的特警厉声呵斥：“干扰执法者，当场拘留，再有异动，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”刚才还蠢蠢欲动的村民，瞬间吓得扔掉了手里的家伙，连连往后退，没人再敢往前一步。赵天宇瘫坐在地上，脸上又是血又是泥，嘴里还在不停嘟囔：“你们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”林星河扔掉手里的木棍，脸上没有丝毫惧色，他转头看向沈彻，眼神坚定，没有一丝动摇。“沈彻，让你的技术人员过来，我要他们当场鉴定这段视频，当着全村所有人的面鉴定清楚。”这段视频到底是真是假？林星河这话刚落，原本缩在人群后面的赵德柱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，捂着胸口弯下腰，像是喘不上气来。旁边的村民连忙扶住他，喊着：“村长，你没事吧？”他摆了摆手，推开扶着他的人，从口袋里掏出一瓶哮喘喷雾，对着嘴喷了2下，才缓过劲来。他踉跄着挤到林星河面前，张开双臂拦在了技术人员和投影仪之间，脸上是一副苦口婆心的哀求模样。“星河啊，够，真的够了。”他咳着说，声音里带着刻意装出来的虚弱。“你是个女孩子人家，这种事情查出来，就算是假的，传出去对你的名声有什么好处？人言可畏啊！就算外人提起这件事，也会指指点点，还是会拿这段视频说事，你这辈子都洗不清的。”他这话看似是为林星河着想，实则是精准的破案。他太清楚了，在这个闭塞的村子里，女人的名声就是天，哪怕是被人污蔑，只要沾了这种事，就会被人嚼一辈子舌根。他赌林星河会怕，会为了名声停下坚定的脚步。旁边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也跟着附和起来：“是啊，星河，村长说的对，女孩子的名节比什么都重要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”
都是一个村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家丑不可外扬啊！你爸妈在地下有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儿被人指着脊梁骨骂。赵德柱一听这话，立刻顺杆往上爬，眼眶都红了，对着林星河弯了弯腰。星河，叔求你了，这事儿就当是个误会，我们赵家给你赔礼道歉，你就当是为了你爸妈的面子，别查了，行不行？林星河看着他这副伪善的嘴脸，只觉得一阵反胃，他往前迈了一步，眼神冷得像冰，一字一顿的对了回去。赵德柱，你少拿我爸妈说事，我爸妈在地下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，就是他们的女儿被人这么污蔑，还要忍气吞声，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我的名节不是靠忍气吞声换来的，是靠今天把所有的谎言都拆穿，清清白白挣回来的。今天我要是不查，就算我放过你们，你们转头就会拿着这段视频到处去说我林星河私生活混乱，说我对不起你们赵家。这种把戏你们玩的还少吗？你们赵家的脸从你们篡族谱、光天化日、强抢民女、伪造证据、恶意污蔑我的时候就已经丢尽，就已经彻底丢尽了。现在跟我谈名声，你们不配。他侧身推开拦在面前的赵德柱，对着技术人员抬了抬下巴，开始鉴定。赵德柱被他对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刚才装出来的哮喘瞬间好了大半。看着技术人员上前连接设备，眼底闪过一丝狠戾，却再也没敢上前阻拦。他知道现在再拦着只会更让人起疑。技术人员动作很快，几分钟就把视频导入了专业的检测设备里，同时把检测画面同步投屏到了幕布上，当着全村人的面一步步拆解这段视频的破绽。首先，这段视频的面部光影与整体画面光影不连贯，面部边缘有明显的 AI 换脸锯齿痕迹，口型与音频波形完全不匹配。技术人员拿着激光笔指着幕布上放大的画面，一句一句讲解。其次，我们通过溯源已经找到了这段视频的原始素材，发布于2024年8月的境外网站。视频原主人公并非林星河女士，属于典型的 AI 换脸合成视频。他一边说，一边把原始视频和合成视频放在一起对比，画面里的身体、背景、声音完全一致，只有脸不一样。真相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所有人面前，没有任何狡辩的余地。祠堂里瞬间炸开了锅。假的，居然全是假的！我就说该听的声音不对，根本就不是星河的口音。赵天宇，你个龟儿子，你骗我们，拿着假东西忽悠我们，跟你一起作恶！妈的，老子拿了你50块钱来凑数，差点跟着你吃牢饭。村民们的愤怒瞬间被点燃，刚才还帮着赵家父子说话的人，此刻纷纷倒戈，指着赵天宇的鼻子骂。赵德柱缩在角落，背靠着柱子，脸色煞白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赵天宇看着眼前的局面，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没了退路，他眼珠疯狂转动，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救命稻草，猛地对着人群后面大喊：退花，退花，把人带过来！人群一阵骚动，一个披着红色披肩、挺着大肚子的女人被2个中年妇女推了出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她身上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。这个女人的五官轮廓、眉眼间距，甚至左眉尾那颗小小的痣，都和林星河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不仔细看根本分不出谁是谁。她低着头，双手下意识地护着肚子，脚步虚浮，看起来格外紧张，不敢抬头看任何人。赵天宇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猛地冲过去，把那个女人拉到自己身边，指着她对着沈彻和所有人喊：看见了吗？这才是我媳妇儿，她叫李秀兰，3个月前就跟我登记结婚了。他脸上又恢复了之前的嚣张，甚至带着一丝阴谋得逞的得意。我从头到尾就没说过那个女人是林星河，是你们自己搞错了。我今天迎亲，迎的本来就是我媳妇儿李秀兰，跟林星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伸手搂住那个女人的肩膀，装出一副温柔的样子，低头问她：你说是不是老婆？那个女人浑身抖了一下，低着头，用细若蚊蝇的声音回答：是。听见了吗？赵天宇得意地看向沈彻，下巴抬得老高。沈队长，我找个长得像的媳妇儿，不犯法吧？人家是自愿嫁给我的，我们两情相悦，领了证。你要是硬说我强迫林星河，那你拿证据出来啊！整个村的人都能作证。我今天赢的是我媳妇儿李秀兰，不是林星河。至于之前的误会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我道个歉就完了呗，还能怎么样？他算准了，只要咬死了是认错人，就算之前的事闹得再大，也顶多是个误会，定不了他的罪。只要今天能躲过这一劫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再找林星河算账。可他没想到，沈彻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是对着旁边的技术人员冷冷吩咐了一句：采集指纹，比对身份，顺便给这位女士做个腹部 B 超，看看她的怀孕情况。技术人员立刻拿着设备上前，那个女人见状瞬间慌了，连连往后退，躲到了赵天宇身后，死死捂着肚子，嘴里不停说：我不做，我凭什么要给你们查？这是我的隐私。赵天宇立刻张开胳膊把她护在身后，梗着脖子喊：她是我的合法妻子，你们没有权利强制采集她的信息，你们这是侵犯人权。沈彻的眼神冷得像刀，一字一顿地说：赵天宇，你涉嫌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、侮辱、诽谤、妨碍公务，多项罪名在身。他作为本案的关键证人和利害关系人，
有义务依法配合调查，你可以拒绝，那我就把你们所有人全部带回省厅，慢慢查，查清楚为止。他这话一出，赵天宇瞬间没了声音。他很清楚，真要是带回省厅，别说这个女人的身份藏不住，他之前做的所有烂事都会被翻个底朝天。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技术人员上前拉住了那个不停发抖的女人，采集指纹和人脸比对的过程，整个祠堂都安静的落针可闻。那个女人站在原地，浑身抖得像筛糠，眼神躲闪，根本不敢看任何人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赵天宇站在旁边，看似镇定，实则手心里全是冷汗，眼睛死死盯着技术人员的电脑屏幕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个女人根本不是什么李秀兰，更不是他的合法妻子。他连她的真名叫什么都差点忘了，他只知道这个女人是他从外地找来的，给了他一笔钱，让他演这场戏，只要能帮他脱罪，事后再给他一大笔钱。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沈彻会当场要比对身份，不到10分钟，比对结果就出来了。技术人员合上电脑，转身面向沈彻，敬了个礼，声音清晰的报告：报告沈队，经系统比对，该女子真实姓名为王艳红，因涉嫌巨额电信诈骗，被列为网上在逃人员，目前仍在追逃期限内。这话一出，全场哗然，赵天宇的脸瞬间惨白如纸，踉跄着后退了2步，差点摔倒在地。王艳红听到“网上在逃人员”这几个字，腿一软，直接跪倒在了地上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。技术人员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另外，经初步腹部触诊和便携 B 超检测，该女子子宫内无孕囊，无妊娠迹象，未怀孕。他说着，伸手从王艳红的衣服下拽出了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硅胶假肚子，随手扔在了地上。人群彻底炸了，假的，肚子居然也是假的！我的天，全都是假的。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局。那他之前说林星河要抢我们村的地，是不是也是编的？肯定是假的！这龟孙子差点把我们所有人都坑进去。之前拿了赵家好处，起哄最凶的几个村民，此刻纷纷往后缩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生怕特警把自己也一起带走。王艳红跪在地上，彻底崩溃了。他知道自己跑不掉了，与其跟着赵天宇一起扛罪，不如把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，争取立功减刑。他猛地抬起头，指着赵天宇，哭着嘶吼：这不关我的事儿，全都是赵天宇让我做的，是他找到我说给我15万，让我冒充他媳妇儿，跟他演这场戏。他说只要事情成了，事后再给我50万，还说等他把这个女老板的公司弄到手，就给我在城里买房子。他一边哭一边掏出手机，点开了和赵天宇的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，举起来给所有人看。假肚子是他从网上买的，剧本是他爹赵德柱亲手写的，让我背了3天。那个族谱也是他爹用红墨水现改的。他还教我，要是警察问起来，就说我叫李秀兰，是自愿嫁给他的。我不知道他还搞了什么 AI 换脸的视频，也不知道他要逼婚抢人家的公司。我就是拿了钱办事的，所有事情都是他们父子俩策划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把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全交代了，连赵天宇跟他说的等把林星河拿捏住了，就把他卖到山里去，这种话都全说了出来。赵天宇彻底疯了，冲上去就要打王艳红，嘴里嘶吼着：你闭嘴！你这个贱人，胡说八道！2名特警眼疾手快，立刻上前，死死按住了他，把他的双手反剪在身后，重新戴上了手铐。赵天宇挣扎不动，看着眼前铁证如山的局面，知道自己这次是彻底栽了。他脸上的嚣张、癫狂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恐惧和摇尾乞怜。他猛地跪倒在地，对着林星河不停磕头，额头撞在祠堂的青石板上，发出咚咚的响声，很快就磕出了血，混着之前的鼻血，流得满脸都是。星河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！他哭着喊，声音里全是哀求。我是鬼迷心窍了，我不是人，是我爹撺掇我的，都是他让我做的。他说你有钱，说你一个女人好拿捏，让我把你娶回来，把你的家产弄到手。他转头指着缩在角落的赵德柱，毫不犹豫地把所有责任都推了出去。都是他的主意，全都是他策划的，我就是个听他话的傀儡。星河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马行不行？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我给你磕一辈子头，求你了，星河。看在我们一个村长大的份上，看在我爹年纪大了的份上，你饶了我们这一次吧，我再也不敢，我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。看着他这副从嚣张跋扈到摇尾乞怜的嘴脸，林星河只觉得无比恶心，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眼神里没有丝毫波澜。这时，人群里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又走了出来，对着林星河劝道：星河啊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。天宇这孩子是混账，可他爹都70，身体又不好，要是真进了监狱，恐怕就活不成了。你就当积德行善，放他们一马吧。就是啊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别把事儿做绝了。你爸妈在村里埋了这么多年，以后你回来还是要靠乡亲们照应的。唐叔也从人群里挤了出来，跟着附和：对啊，星河，这不是断人活路吗？你要是把他们父子俩送进去，以后村里的人怎么看你？你爸地下有知，也不想看到你这么绝情啊！林星河的目光瞬间落在了唐叔身上，眼神冷得刺骨。叔，我正好有件事要跟你算一算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顿地问：之前在祠堂里，你当众做伪证，说去年腊月亲眼看见我在
赵天宇家住了3天3夜，我想问问你，赵德柱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出卖自己的亲侄女？唐叔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眼神躲闪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就是听别人说的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？随口一说。”林星河冷笑一声，转头看向沈彻，声音清晰而坚定：“沈彻，我要正式举报他涉嫌在刑事案件中作伪证，同时涉嫌参与赵天宇、赵德柱对我的敲诈勒索，所有证据，我的助理稍后会全部提交给你。”唐叔瞬间脸色铁青，指着林星河破口大骂：“林星河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我是你亲叔，你爸地下有知，都要被你气活过来！”我爸地下有知，只会替我鼓掌。林星河打断他的话，眼神里没有丝毫留情。当年我爸妈去世，你闭门不见，连一口热水都不肯给我。现在你收了赵家的钱，帮着他们做伪证，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想把我推进火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你是我亲叔？作恶的人都该付出代价，你也一样。当天，赵天宇、赵德柱父子以及参与非法拘禁、施暴的核心人员全部被特警带走。唐叔和其他作伪证煽动闹事的村民也被依法传唤，接受调查。可事情并没有就这么结束。赵德柱进看守所的第3天就突发心脏病，被紧急送医抢救。他的律师拿着医院开的诊断证明，以嫌疑人患有严重心脏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不具备羁押条件为由，向检察院申请了取保候审，很快就批了下来。紧接着，赵天宇就开始在看守所里装疯卖傻，他随地大小便，胡言乱语，见人就喊妈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。他的律师同步递交了精神病鉴定申请书，声称赵天宇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案发时处于发病状态，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，试图免于刑事起诉。林星河在公司顶楼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一条匿名发来的短信，内容只有短短一句话：林星河，你爸妈的坟在哪我知道，10天之内撤诉，否则骨灰给你扬了。他看着这条短信，脸上没有丝毫意外，他早就料到赵家父子不会就这么认栽。他没有回复，直接截图拨通了沈彻的电话。电话接通的那一刻，他平静地说：“沈彻，赵德柱要见我，我要去一趟医院。”沈彻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赞同。星河，他们现在就是疯狗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你去太危险了。我必须去。林星河的声音很坚定，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还能有多下作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有你在。最终，沈彻还是拗不过他，只能同意。他提前布控了整个医院，病房内外都安排了便衣警察，监控室里有人全程盯着，他自己则守在楼下的监控室里，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第2天一早，林星河独自一人走进了赵德柱的病房，病房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味。赵德柱躺在病床上，鼻子里插着氧气管，手上打着点滴，看起来奄奄一息，仿佛随时都要断气。看到林星河进来，他立刻换上了一副悲苦的面容，挣扎着想要坐起来，还没起身就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。星河啊，你来了。他咳着说，声音虚弱的仿佛风一吹就散。叔的身体不行了，医生说随时都可能走。叔这辈子没别的心愿，就想在走之前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林星河还没开口，旁边突然冲过来一个人影，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，死死抱住了他的大腿，抬起头，一脸痴傻的笑，嘴里不停喊着：“妈，你回来了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”是赵天宇，他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胡子拉碴，身上的病号服沾满了污渍，眼神涣散，看起来真的像疯了一样。林星河面无表情，抬起腿，一脚狠狠踹在了他的胸口上。赵天宇被踹得往后倒去，撞在了病床的床腿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别演了。林星河的声音冷得像冰，我看着恶心，有什么话直接说，别在这装疯卖傻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这话一出，病床上的赵德柱脸上的悲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一把拔掉了鼻子里的氧气管，坐直了身体，哪里还有半分刚才奄奄一息的样子。他阴沉着脸，眼神里满是狠厉，死死盯着林星河。跪在地上的赵天宇也瞬间收起了那副痴傻的模样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林星河，眼底满是怨毒。林星河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赵德柱的声音阴冷，撤诉，跟我们私了，你的公司我们不要了，赔我们父子俩200万精神损失费，再公开给我们赵家恢复名誉，这事儿就算了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死在这张病床上。他拍着病床的床板，嘶吼着：“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，然后让全世界都知道是你林星河逼死了一个70岁的老人。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一辈子都活在骂名里。”林星河看着他这副歇斯底里的样子，脸上没有丝毫波澜，甚至觉得可笑。赵德柱，你就算死在这儿，我也不会撤诉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们做的那些事，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、诽谤勒索，每一件都够你们坐穿牢底。想让我私了，做梦！怕我把你爸妈的骨灰扬了。”赵德柱猛地从床上站起来，凑到他面前，眼神疯狂：“我告诉你，你爸妈的骨灰盒在哪？只有我知道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让他们死了都不得安宁，让他们连个全尸都留不下。你们没机会的。”林星河冷冷地看着他：“因为你们俩会一辈子待在监狱里，
永无翻身之日。别说养骨灰，你们连监狱的大门都出不去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身后传来赵德柱歇斯底里的吼叫：“林星河，你会后悔的！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！”林星河没有回头，径直走出了病房。他知道这对父子已经被逼到了绝路，接下来他们一定会用更下作的手段做最后的反扑。果然，当天凌晨3点，林星河就被助理的紧急电话叫醒了。林总，不好了，您上热搜了，现在全网都在骂您。助理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急得不行。有人把您在医院踹赵天宇，拒绝撤诉的视频剪了，配上了上市公司女总裁仗势欺人，逼死7旬老农的标题，现在已经冲上热搜第1了。林星河立刻打开微博，入目的全是刺眼的词条：上市公司女总裁逼死7旬老农，林星河滚出商界，仗势欺人林星河。点开热搜，置顶的是一段精心剪辑过的视频，视频里只有他一脚踹开跪在地上的赵天宇，冷着脸拒绝赵德柱哀求的画面，还有赵德柱拔氧气管虚弱咳嗽的镜头，唯独剪掉了他们威胁要扬他父母骨灰、勒索200万的内容。视频的配文更是字字诛心，把他塑造成了一个仗着有钱有势，欺压穷苦老百姓，逼死7旬老人的恶毒女资本家。评论区里早已被水军和被煽动的网民攻陷，全是不堪入目的咒骂。什么人啊，赚了几个臭钱就这么嚣张，逼死老人真的太恶毒了，不怕遭报应吗？这种人怎么开的公司？建议严查，肯定偷税漏税，人肉他，把他的地址扒出来，让他也尝尝被人逼的滋味。林星河的手指顿在屏幕上，心里没有愤怒，只有一阵刺骨的寒意。他太清楚了，这是赵天宇的手笔，他找了专业的水军团队，就是要毁掉他的名声，搞垮他的公司，逼他妥协。天刚亮，股市开盘，他的公司股价直接一字跌停，短短半个小时，市值蒸发了30亿，公司的电话被打爆了，股东们一个个打电话来质问，合作的供应商纷纷发来消息询问情况，甚至有几个合作方直接提出了终止合作。公司楼下很快就聚集了一群被煽动的网民，拿着油漆和鸡蛋往公司大门上泼，玻璃被砸得粉碎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的个人信息被恶意泄露了，他的身份证号、家庭住址、父母的信息，甚至他的车牌号都被人扒了出来，挂在了网上。他每天都能收到无数的恐吓短信和辱骂电话，有人往他的住址寄恐吓快递，甚至有人跑到他住的小区楼下围堵。审车第一时间以省公安厅的名义发布了官方声明，附上了完整的未剪辑视频，赵家父子的涉案证据，澄清了所有谣言。可声明发布不到半个小时，就被人恶意批量举报，平台迫于压力直接下架了声明。紧接着，新的热搜又冲了上来，省厅干部包庇妻子滥用职权，水军带节奏说沈彻利用职权帮林星河欺压老百姓，官商勾结，草菅人命。一时间，不仅林星河被推上了风口浪尖，连沈彻也被卷了进来，面临着单位的内部调查。就在林星河安排公关团队和律师团队处理危机的时候，他收到了赵天宇发来的短信：林星河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我给你最后一条路，把你公司80%的股份转到我名下，再给我3000万现金，只要你答应，我立刻发视频澄清，说这一切都是误会，不然的话，还有更厉害的等着你。我要让你公司破产，让你和你那个警察老公一起身败名裂，牢底坐穿。林星河看着这条短信，没有回复，只是直接截图，连同通话录音一起发给了沈彻。他从始至终就没想过妥协，可他没想到赵天宇的疯狂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。当天晚上，一条消息引爆了全网，赵德柱在村里的祠堂里上吊身亡了。现场的照片传遍了全网，照片里赵德柱悬挂在祠堂的横梁上，脚下是翻倒的凳子，祠堂的白墙上用红墨水写了一行触目惊心的血书：林星河逼死人命，天理不容。紧接着，赵天宇发布了一篇长文，字字泣血，控诉林星河仗势欺人，逼死了他的老父亲，说他父亲一生老实本分，就因为得罪了林星河，被活活逼死。长文的最后，他写了一句煽动性极强的话：如果这个世界还有天理，请让那个女人付出代价；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天理，那我就去做那个天理。爸，等我！网民的情绪彻底失控了，铺天盖地的咒骂如同潮水一般涌向林星河，几十个人跑到他的公司楼下泼油漆、砸玻璃，甚至有人扬言要杀了他，给赵德柱偿命。公司的股价再次跌停，合作方纷纷解约，连银行都打来电话要提前收回贷款。林星河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和楼下不停闪烁的警灯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感。他不怕赵家父子的威胁，不怕打官司，不怕坐牢，可他挡不住这铺天盖地的恶意，挡不住这颠倒黑白的舆论。就在他撑着额头，闭着眼睛，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时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沈彻走了进来。他熬了一整夜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，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。他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文件袋，走到林星河面前，开门见山，声音沙哑却异常坚定：星河，赵德柱不是自杀，是谋杀。林星河猛地抬起头，看着沈彻，眼里闪过一丝震惊，却没有太多意外。
他早就觉得赵德柱的死太蹊跷了。沈彻把文件袋里的尸检报告一份一份摊开在他面前，指着上面的鉴定结论，一字一顿地跟他说：法医连夜做了完整的尸检，结果显示死者颈部的锁沟有2道明显的勒痕，一道是悬挂形成的，一道是生前被人用绳子从背后勒住脖子，活活勒死形成的，这才是他的真正死因。死者的胃内容物里检测出了大量的安眠药成分，剂量足以让他在短时间内失去反抗能力，所以他被勒死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挣扎，这也是为什么现场看起来像是没有打斗痕迹的自杀现场。他翻到下一页，指着 DNA 比对报告，继续说：另外，在死者的指甲缝里提取到了完整的皮肤组织和 DNA， 经过比对，和赵天宇的 DNA 100%匹配。林星河看着报告上的结论，指尖微微发凉。他早就知道赵天宇丧心病狂，却没想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林星河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那是他的亲爹啊。沈彻叹了口气，伸手握住了他冰凉的手，声音低沉：赵德柱取保候审之后一直想跟你私聊，他开的价码是200万，他怕事情闹大，最后把自己折进去。可赵天宇想要的是你整个公司，是你80%的股份。事发当天晚上，他们父子俩在祠堂里大吵了一架。赵德柱要是赵天宇再不收手，他就去自首，把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是他煽动舆论，搞垮你最好的筹码。毕竟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，把你钉在耻辱柱上，逼你走投无路，只能答应他的所有条件。林星河闭了闭眼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在睁开眼的时候，眼里的疲惫已经消失不见，只剩下了坚定。公布吧。他看着沈彻，一字一顿地说：把所有的证据，包括法医报告、监控记录、勒索短信和赵天宇的认罪供述，全部公布出去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。当天下午，省公安厅召开了全省新闻发布会，全程全网直播。发布会上，警方公布了赵家父子涉嫌违法犯罪的全部证据，从最开始的篡改族谱、强抢民女、非法拘禁，到伪造证据、AI 换脸诽谤、敲诈勒索、煽动网络暴力的完整证据链，录音、视频、聊天记录、尸检报告、DNA 比对结果，全部公之于众。没有任何隐瞒，同时公布的还有赵天宇被抓获的消息。就在发布会上，警方通报，当天凌晨3点，赵天宇试图买通护士，联系蛇头偷渡出境，在边境口岸被警方当场抓获，人赃并获。这场新闻发布会，全网累计观看人数超过8000万，全网的舆论瞬间发生了惊天反转。之前骂林星河骂得最凶的网民，此刻纷纷道歉，评论区里全是震惊和愤怒。我的天，我之前居然骂错了，对不起林总，这男的也太狠了吧！简直是丧心病狂！之前被水军带节奏了，真的对不起林总，太不容易了。死刑，必须死刑！这种人留在世上就是祸害。之前带节奏的水军和营销号也该一起抓起来。之前被下架的警方声明被重新置顶，无数网友自发转发扩散。那些跑到林星河公司楼下闹事的人也纷纷删帖道歉，甚至有人主动到派出所自首。林星河的公司股价在发布会结束后，直接从跌停拉到了涨停，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。之前解约的合作方纷纷发来道歉函，想要重新合作。银行也打来电话，说愿意继续提供贷款支持。这场由赵家父子一手策划的闹剧，终于迎来了最终的结局。半个月后，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，赵天宇因故意杀人罪、非法拘禁罪、故意伤害罪、诽谤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妨害公务罪数罪并罚，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终身监禁，不得减刑。唐叔因伪证罪、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其他参与围堵、施暴的村民也分别受到了治安处罚和刑事处罚。所有作恶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林星河选了一个晴好的日子，回了一趟村子。他不是回来闹事的，是来接他的父母回家的。他提前办好了所有的迁坟手续，找了正规的迁坟团队，全程有公证处的人在场，全程录像。沈彻一直陪在他身边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在他蹲在父母的坟前，轻声跟父母说话的时候，安静地站在他身后，替他挡着风。林星河蹲在墓碑前，伸手轻轻抚摸着墓碑上父母的名字，眼泪无声地掉了下来。爸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在这里受委屈了。他轻声说，声音带着哽咽。那些欺负咱们家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们了。我来接你们走了，我们去城里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有松树，有湖，阳光很好。以后我随时都能来看你们，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迁坟的过程很顺利，没有任何人来打扰。那些曾经对他恶语相向的村民远远地看着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。沈彻小心翼翼地捧着他父亲的骨灰盒，林星河捧着母亲的，两个人一步一步慢慢走下了后山。林星河没有回头，再也没有看一眼这个带给他无尽苦难和伤害的村子。从此以后，他和这里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1个月后，新的公墓举行了安葬仪式。这里靠山面湖，风景很好，安静又温暖。阳光透过松树的缝隙洒在墓碑上，暖洋洋的。林星河把父母的骨灰盒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新的墓
墓室里。盖上石板的那一刻，他心里悬了10几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，他终于给了父母一个安稳的家，也终于和过去的苦难彻底和解了。当天晚上，沈彻开车带着他沿着湖边慢慢开，车停在湖边的时候，他从副驾驶的储物箱里拿出了一个信封，递给了林星河。什么？林星河接过信封，有些疑惑。打开看看。沈彻笑着说，眼底满是温柔。你会喜欢的。林星河打开信封，里面是2张飞往冰岛雷克雅未克的机票，时间是下周。我跟单位请了1个月的长假。沈彻看着他，轻声说：“这些年你一直在为别人活，为了父母，为了公司，为了那些烂人烂事。这次我想陪你为自己活一次。我们去看极光，去看冰川，去看你一直想看的风景。”林星河看着手里的机票，眼泪瞬间掉了下来。他靠在沈彻的肩膀上，紧紧握住了他的手。沈彻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无条件的站在我这一边。车窗外，湖边的晚风轻轻吹过，湖面泛着温柔的波光，远处的城市灯火璀璨，前路漫漫，皆是光明。